好，之前发生过高雄大树啊，这个现在又被爆，山头又挖成这样，像赖地头一样，而且在那边偷盗废弃物，很可恶啊！挖有的时候就赚一次钱，然后呢盗又赚一次钱。对哦，那说他们路口有装监视器，小蜜蜂盯梢就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哦，然后说美浓也被挖有6公顷的天坑，陈其迈说严查。哦，那平常你们做什么呢？好，那现在被啃得像赖地头一样啊！环保局说这是非法这个弃置场管制中啊，非法弃置场。那另外呢，旗山美浓说不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有人讲是不是为了盗采砂石，然后不准有无人机？无人机可以侦测，到底有没有？军方否认说没有了，我们不是为了盗采砂石业者啦，啊，不是为了他们来禁飞无人机啦等等啊。好吧。那另外呢，核三厂，它有在核三厂里面做光电工程，也被指说是祸首。为什么呢？现在泥沙覆盖的珊瑚哦，然后南湾的海水很浑浊，就核三厂排出来的水是浑浊的。就是为什么？是不是核三厂本来是核电厂嘛，现在把它改成光电厂，在那边搞光电工程哦。那另外呢，这个台电空拍哦，说这个原因很多。说因为海水污染的这个规模太大了，说不是光我们一个核三厂就能造成这么大的长距离广大河沙的海域的泥沙，所以有很多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啊。所以不是只是核三，他也没有否认核三，但是说非仅是有核三，也不敢否认啊，也不敢承认啊。那另外呢，说呢造林啊，也许呢会影响，因为这个在那边造林啊、挖土啊。屏东的林业分署澄清说，造林富裕绝对不是主要因素，但都不是主要因素，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就怀疑说，你这个核三厂啊，核三厂里面本来可以有6部机组的，哦，它原来土地可以有6部机组，现在只有建2部机组，所以他就想，哇，那么多空地，来做光电厂吧，哦，就在那边这个大施土木，所以被认为会是造成整个的这个南湾那边呢，这个之所以污染啊、珊瑚啊都受到影响的原因，我们看一下。本该是一片绿油油的山坡地，却出现了一块黄澄澄的区域。从空拍画面上来看，根本就已经变成光秃秃的，长不出任何一点绿色的植物。这个地点是在高雄大树山区，在靠近国道3号高速公路旗山与大树交界处。因为呢，从空拍画面看到中间还有砂石堆，夹杂着木头、塑胶、铁片等建筑废弃物，怀疑是被人砍树、挖土、回填事业废弃物，也因此很多的居民都向相关单位检举。只是环保局呢，当时就提到了2020年这个地方就已经配合检调指挥查获，隔年8月侦结起诉，行为人应该要在2023年12月完成污泥的废弃物清理，但是水利局调查发现2019年、2020年2次裁罚了20万元，事后就已经要求他们要移至土方，不过却是在今年联合稽查时发现土方仍然堆置在这里，已经依法裁罚土地所有人，要求限期改正，如果涉及刑事责任将依法移送。刚刚说路口装监视器小蜜蜂，我以为是政府，不是哦，这个对，因为虽然说是黑道业者装的，怕你去抓他，所以装了小蜜蜂，装了这个监视器来看有没有人来取缔我们哈。那另外呢，核三厂我再补充一下，核三厂总共有500公顷的土地。核三厂的1号、2号机只占了100多公顷，还剩下400公顷。说那个400公顷可以再装6部，所以加起来可以有8部机组的土地。核四厂也是，核四厂里面可以起码可以建8部机组，现在就只盖了2部机组，所以以后他们本来当时想要扩充的，就现在也没用哦。那现在怎么办呢？就给你在里面搞这个光电啊设备，给你乱啃乱伐一番。来，伟坚怎么看？我觉得刚刚看到不管是大树或是美浓的这些滥垦滥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真的哦，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过去创党这些理念啊、环保啦、永续啊，真的是一大的一个讽刺哦。你看，在整个南台湾，我说真的最近是非常不平静。要过去从这次上次台风来，整个沿海的光电板的一个废弃质的一个状况，到这一次，我想这个资深委员让这个接受到民众曾经揭露这些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南台湾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这个滥垦滥伐，过去你们都没有任何的管制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陈其迈正路是没有意义的。正路之后，你要告诉我你要做些什么，而且很重要的，
你的作为不能只针对厂商，你严办厂商干嘛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多啊，例如说是谁来开垦的啊，谁来挖啊，谁运来的啊，谁放行的啊。我觉得这整个的一个供应的一个结构体，应该要把它好好的理清楚。为什么在整个高雄地区会允许这样的一个滥垦滥伐的一个情况来出现？而且说真的，如果有很多的民众的陈情，那过去高雄市政府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到大家出来揭露之后，大家才愿意来面对问题？然后这时候再告诉我们说要震怒来解决这些滥垦滥伐的一个行径。所以一样的，包含刚刚的这个核三厂的这个光电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一个这个兴达火力的也是一样。我认为国家能源政策，我们在野党一直提醒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要调整，或是该正视？我们过去怕的是缺电，结果现在连安全都要有疑虑了那怎么办？那你要告诉我啊！我想民进党执政那么久了，总不可能永远就只是用口号来治国，但是呢，实际的行动却没有实际的告诉我们，包含连遇到紧急危难，连 SOP 都没有。说真的，让在地这些居民情何以堪？怎么高雄那么多事啊？对我们高雄，我来澄清一下，高雄目前有3大事件。第一个事件，大家以前最清楚，就看到空拍机全部布满了光电板，就是把我们大树河山里3座山头铲平，因为它需要让它整个的面积变最大，他们才有利可图。就看到光电板，这是大树河山里，而且他们那个部分里面呢，距离我们的河山里只有100公尺，所以居民会害怕，万一有土石流、下大雨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而且他们都用地下水，所以说呢，这时候你如果把它帮下来，整个水源是受到污染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美浓的大峡谷，美浓大峡谷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它已经被挖到，大家就认为一个好好的地方，沙石被盗采到剩一个大峡谷，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有2个、3个不同的大窟。昨天所爆发出来又是大树，好不好？大树就是一列色野马场，就是大家我们看看的，为什么一个山头的挖凸？它过去在2019年的时候呢，高雄市政府就已经裁罚，因为他那时候乱倒很多的黑泥，好不好？那个建筑物的黑泥，所以呢，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都已经清洗完毕了。好，所以高雄市政府有处理这件事情哦，但是最近又突然发现，黑泥处理完毕之后呢，又突然发生有很多的废弃物在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你都已经开罚了，是这个旧案，但对不起，有新的东西进来，你没有办法再去做追究。所以说呢，高雄市政府对这3件案件当中，他会告诉你，他都已经有开罚，但开罚完之后呢，后面就没有再去监控嘛，所以以至于你看我们那个大峡谷有没有？你开罚，很多人当然有2个被羁押，剩下的相关的供罚是10万元、20万元交保，可是他的获利是3亿然后他们告诉你，我开罚的300万，但是我获利3亿。你这个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嘛？那这个也是啊，这个你也开罚了，可是后续里面人家再去把它掩埋一些所谓的废弃物，你却没有再一次的去做一些额外的一个监控，所以说永远都是在开罚，然后呢，业者又再回去，然后你看到又在开罚，业者再回去，民众陈情无效，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大规模的把它全部摊开来，然后之后呢，市政府就震怒完之后呢，检调就介入完之后就怎么样，就停止，然后事情才告一段落。那现在已经第3案，我不晓得后面还有很多，我们就一一来看吧。这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核3厂那个就讲到光电板，它对于海底的什么浑浊啊，怎么影响这个珊瑚啊？因为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台电啊，它长期呢对于核3厂底下的这个珊瑚啊，这个生态，它是有一个长期的最早的时候说珊瑚白化嘛，对，后来排放水太热了，后来那个这个专家的这个研究呢，它那个是跟温度、跟海水的温度有关，跟核3厂排废水那个没有关联哈。那所以呢，他们长期有这边研究，他们事实上呢，在8月份的时候才去拍，然后呢，在那边看到的海底的这个生态啊、珊瑚啊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哈。所以呢，在这一次呢，他们就提到说，是因为6月到8月的这个雨量呢太大了哈，已经超过了去年1整年的这个雨量，所以说是大量的这个浑浊，这个底下的浑浊是因为雨量的这个关系哈，所以跟这个光电板的影响呢，应该不是光电板造成的啊。但是因为苏清泉委员呢，他是基于民代的责任嘛，而且也事实上呢是有这个潜水员还有环保团体提出来的这个质疑，所以我就说他站在一个民意代表的监督的这个立场上提出质疑，那台电呢，他当然有必要呢提供相关的数据哈来进行说明。
所以说，到底这个海底的这个部分呢，有没有因为光电板的设置而造成什么浑浊啊、污染？我觉得科学的数据会说话，这个是一个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说，核三厂的海底的那个海水浑浊的这个污染的，跟知恩委员他们提到的这些大树山这个。山头的那个挖洞，这是两回事哈，这是两回事。但是呢，都政府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对于现在呢光电呢的政策所造成的这些的乱象，是应该要到了彻底的面对问题、检讨的时候啦。大树，我没想到大树想到什么，荔枝，很多大树荔枝很有名，大树凤梨也很棒啊。今年荔枝，你看很多人，我看都是大树啊，很好吃哈。还有凤梨，对啊，所以。哎，这个怎么搞成网友就消遣了，说哎呀，何必要到美国去看大峡谷呢？我们通常是如果到那个拉斯维加斯，都会顺便去看一下大峡谷哦。然后呢，因为很近嘛，就在旁边啊。然后现在呢，居然说台湾有大峡谷，不必到美国去看啊，就讽刺了。当然那个大峡谷，当然跟这个是不一样啊。所以昨天呢，苏进劝才说国在山河破啊。我突然让我想起国中的国文了呗，国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对，感时花溅得恨不了金星哈，这个一路哈，所以呢国在，但是山河破了，真的用得非常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最近很忙，要下乡哦，22讲，22个县市要去讲话，同时呢，还要在总统在这个官邸呢，这个夜宴啊，请不同派系的立委吃饭啊。那昨天宴的是新潮流哦，开始宴的是新潮流跟民主活水的民进党委员哈。那大家说他在讲什么？是不是把柯建铭逼下台？说没有谈这个问题，说呢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啊，谈的都是民生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坐一桌啊。那说党团改组，因为党团现在7缺6啊，他党团有7个人，缺了6个，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人要去登记要补选，很奇怪啊。要不要谈改组的进度呢？说呢他们聚焦在关税，尤其聚焦在风灾，所以呢这个好像觉得这个跟一般的社会的感觉不太一样哈。那没有谈改组进度，我们不谈改组，我们不谈政治，我们都谈的这个关税啊、民生啊、经济啊、风灾啊怎么办哈？那同时呢，他没有拿出吃的这个喜来登的这个花寿司，这花寿司很贵耶，这个有蟹肉、有虾卵、有炸虾、鳗鱼然后等等等等那还有味噌汤、茶碗蒸、天不辣天妇罗，光这个花寿司8个就要680块。他不只吃这个，如果只吃680也就罢了，我们吃一个便当才100-200，他还有其他的，还有天妇罗啊，还有其他的茶碗蒸啊、味噌汤，加起来不少钱。他们就想说，里面在谈风灾灾民，这个灾民的嗷嗷待哺，在官邸里面吃这么好的菜也有人这样批评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苏汉智以前的台南县长，以前也是立法委员哈，他说赖清德不跟在野对话，所以呢，这是执政的败笔，只剩下政治盘算。你本来在正常的民主国家，你旗帜不够，就要大家合作嘛，就要来讨论嘛。没有，通通没有那民进党的委员也说，柯建铭如果还跟以前一样寸土不让，还是朝有未爆弹那这地方不让，那就表决嘛，表决你就输嘛。那以前民进党表决是还可以打架，但打架他也赢不了了。对国民党现在去了几个壮汉所以呢，他打架还打不会，而且几个女的也蛮凶悍的这个邱意莹说，过去1年我很痛苦柯建铭听不下大家的意见根本听不下去，他就一意孤行然后呢，邱意莹骂柯建铭，林岱樺出来说，哎呀，不必卷起政治纷争了现在既然赖清德说要好好休养生息干嘛又卷起政治纷争每个人都要自我检讨了好吧，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很丰盛，你看每个人都吃不完。大秀跟总统和卓荣泰院长参叙的晚餐，钟嘉宾拿出寿司跟天妇罗，让媒体也尝尝，更直呼今晚菜色是最好的。难道是因是总统的自家人，当然要吃好一点吗？菜色更多，刷新纪录。真的。
因为大家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我已经吃掉这个的2倍了。总统这一回分派系宴请民进党立委，先前3号英系、苏系跟柯建铭，5号找来郑国会跟游颜慧，9号是和总统亲近的新潮流跟民主活水，共12人参加，包括钟嘉宾、陈培瑜、张雅玲、李坤泽、吴丽华、王正旭、范云、徐富贵、许志杰、罗美玲、林俊宪跟蔡其昌。但这次聊了些什么？所以关税的部分，大家花了一些时间讨论。那当然就是风灾的部分哦，持续的协助灾区，然后把很多的条例跟预算的很多内容，大家好好的讨论，如何让灾民更有感，然后如何让重建可以更快速。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很多民生法案。只是面对先前传出要逼宫总召柯建铭，干部登记时间已到，也没人报名之外，加上邱莹再开炮，这回参叙有没有再谈到党团要怎么重组？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才是。大家一起继续努力。那府院党还有党团，大家在调整队形，然后一起努力。总统席间一再强调，不要辜负民意期待。唯一战队约好要加强社群宣传。不过，财化法跟夏慧节优先法案还没周末，但隔天首次的2026选对会，执政党要再出发拿下2026，就是关键一战。夏宇，你当时那么支持赖清德，他有没有请你吃过饭？有没有请你吃这么好的寿司？有没有？好像有喝过茶咖啡。你下次把画寿司给他看。赖总统下次要请我吃。对，要下次。台南的虾仁饭，还有这个珍珠奶茶，好不好？对对对，习近平请不到，请我可以哈。习近平等级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赖清德总统在726、823之后，大家在政策上也有看到一些，例如说对年轻人减税例如说年收62万以下免税啊，或者是放宽婚育假，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敢婚敢生。可是，在经济上还是有很多，例如说我们虽然股市创新高，可是贫富不均的问题包括台积电可能一家的全职就已经占了大部分，可是多数的民众却还是苦哈哈。所以在经济上，其实我想，赖总统应该了解说，产业界有更多需要帮忙的地方，是政府还没有去关怀到的。在教育上也有很多像师资的问题，现在我们几乎学校的师资能力都不足。那在教育的包括这个管教的问题，还有包括黑道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在校园里面正在发生，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所以在这些层面上，我觉得政府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提出有效解决的方法，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那运动部也刚成立，可是对于我们现在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如何让这些中高龄的长者，他们能够透过运动来增肌减脂增强他们的骨骼跟肌肉，避免以后需要长照，这才是避免我们长照负担增加、健保年年升高一个关键。所以，如果赖总统能够把这些政策的面向，透过他的政策，真的能够到我们的基层去改善大家的生活的话，那我觉得人民是会有感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行动都比这些来的重要。所以，政策的推出，我相信民众一定会看到政府的用心的。那伟杰。我觉得说，其实呢，刚刚看到这个画面是真的是非常讽刺啊！就是说，我觉得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期，我们连吃个便当，可能民党都把我们骂翻了，说啊，你吃便当，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他们吃的是5星级的这个花寿司那他谈的东西呢，说真的，你已经执政了快2年了，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说要搞民生，要搞经济，然后呢要休养生息，那这过去1年多在做什么？那在兴风作浪嘛。那这个兴风作浪，结果呢？可能结果又不如你意，所以你开始在跟这些党籍的这个立委来参叙。那参叙的重点是什么？你到底能不能把国家带往正常的方向？不管我们刚刚提到国家能源真的要不要改变这一次的公投也告诉你了，虽然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也告诉你多数的民意认为你的这个国家能源政策需要做调整嘛？那你要调整的没有？那接下来还有关税的问题，还有等等很多很多你说包含最近提出了一些这些可能惠民的措施，说真的，也有人跟我抱怨说，怎么现在才在讲？你说包含你说这个新青案的部分也是把很多人搞得一年多怨声载道之后，你现在突然间放宽了，那我想请问赖总统，想要请问执政党，那过去这1年多可能经营不慎倒闭的这责任算谁的？你执政党可以负这个责任吗？没办法。好，那你就包含最近很多你说可能放宽这个申请这个帮佣等等的这些条件，那一样的，你过去不是讲说这个条件太宽松会造成什么的混乱吗？就你现在又说为了要救你的这个民调，开始全部都放宽了。
我还是要奉劝我们赖清德总统跟执政党，应该要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包含你们的这些党籍立委，我说真的，跟总统吃饭要讲真话，而不是讲这些无关痛痒的。所以作为民意代表，你本来就要反映民意。那你是执政党，你本来就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那说真的，这些东西在野党在过去这1-2年也告诉你很多了，问题是你听下去哪一句话的没有？答案就是没有，所以才会造成今天你还要宴请所有的这些各派系的立委来达成共识。说真的，还是为了明年的2026跟未来的2028在布局，根本不是在照顾台湾民众的一些生活跟生存。依照我刚刚讲的，这一次赖清德宴请绿委，他们谈的议题是什么？是关税风灾，是很严肃的问题啊。结果看到一些民党立法委员出来嘻嘻哈哈，跟大家秀吃了多好吃啊！我想问一句，请问一下，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你可以跟我讲，为什么出来之后这么严肃的问题出来之后，每个立法委员、民党籍的通通笑容满面？接下来关税的问题处理好了吗？中南部接下来的厂商、传统产业的业者会不会遭遇到很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包括了很多南部的风灾、水灾受灾户，现在他家都修好了吗？都拿到补偿了吗？不知道。但是民党的立法委员非常高兴，我不晓得他们在高兴什么，难怪会被大家讽刺啊！现在民党是连演都不演了啦，所有人民的观感他根本都不顾了。好，这是民党立委对于参会的感觉，但问题是某些民进党个人的讲法，我非常的有意见。以邱意莹委员一直针对我们柯志恩委员的邱意莹委员，我认为他讲法很奇怪。他说过去的1年啊，很痛苦啊，为什么？因为柯建铭都听不进谏言啊。拜托，你现在才说啊，现在才说。你民党立委都小朋友是不是啊？通通不敢反抗柯建铭的讲法，柯总要讲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我必须要讲，民进党的51席立法委员真的太多了，因为他只要1席就够了，他只要柯建铭1席就够，因为其他的人通通都不讲话，荒谬笑话。然后退一万步来讲，不管你民党立委想什么，至少你们这些人，包括你邱意莹委员，你都成年人了。如果你一开始的选择就是听从柯建铭总召的话，那麻烦你不要到现在才能抱怨，才能卖惨啊！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啊，你是成年人了，有点肩膀，有点责任感，好不好？之前不敢讲话，现在看到柯建铭好像状况不好，现在看到好像逆风，通通就出来做切割。我必须要讲，对柯建铭委员或者柯建铭总召的态度，我非常不欣赏，我也认为他是个不适任的立法委员。但是我看到其他那些民党的立委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难看的切割行为，我更觉得可悲啊！要知道，柯建铭一个人强悍不是他造成的，是你们全部人纵容出来的结果。就现在切割了，因为大罢免大失败，好像都跟你们这些人无关一样。这些事情，拜托赖总统好好检讨一下，规劝一下，要不然你们只会败得越来越惨。这个叫什么？叫做墙倒众人推。对，休息一下再回来。